速度与激情系列导演林玉斌的新片来袭，一个代号为白雪公主的军火商，在1天之内劫持了7家纽约的银行，但是他的目的却不是为了钱。故事由一个拿望远镜的女孩开始讲起，正在观察鸟类的她突然发现远处有一辆车经过，随后她的父亲递给她一枚肩扛火箭筒，女孩熟练地扣下发射按钮，接着这枚导弹直接命中行驶的目标，而父亲还微笑地祝贺女儿长大。若干年后，一架运输机在2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往一个秘密地点，特勤人员将一个重要包裹运往地下室。随着这个指纹锁被 FBI 的局长打开，一名神秘女子从密封舱缓缓走出，而在她面前的3人分别是3位情报部门的主管。光头将军宣读了美国政府对这名女人的多项指控，并给了她纸笔，要求她写出联络人名单。但与此同时，纽约的一家银行已经悄悄被布置好炸药，数名蒙面人员已经控制了这家银行。随着其中1人按下引爆器，这家银行的自动报警系统随即启动，而男人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张纸条对准头顶的监控器。现场指挥官将图片发送给局长，告诉他这是给他的私人信息。而在地堡里的女人将一个写好的纸条递给光头，现在查看一下你自己的口袋。光头不解地从自己的西装里掏出来一个信封，而局长则拿着一张写有致敬女王的纸条问道：谁是女王？女人示意光头打开信封，而信封里的卡片正好写着：我就是女王。在所有人还一头雾水的时候，又有另外一家银行被蒙面人劫持。女警官特纳接到通知，前往案发现场。助手告诉她，现在有6名枪手，但没有逃跑迹象。紧接着，特纳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一名关押在豪华监狱的头目。女警认为能1小时劫持2家银行的人非她莫属，但这名享受单间套房的男人却否认与此事有关，这让特纳意识到现在只剩下一个人有嫌疑了。他找到了现场负责指挥的主管。Sir, do you know the name Elena Fedorova? Arms trafficker, Russian for Snow White.We crossed paths in Gambia. She tried to kill me. These 2 banks are a Snow White operation. It's likely there's a larger strategy at play. 但主管并没有采纳女探员的建议。不过没过多久，第3家银行就被劫持了。一名蒙面人还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猜对了。”紧接着，第4家、第5家银行也被劫持。这时主管才醒悟过来。他告诉特纳，白雪公主被关在托腾堡基地。特纳来到地堡，见到了3名情报部门的高管。他介绍自己在5年前和这个女人在非洲部落打过交道，他拥有自己的军队，不可能轻易就被抓住，这里边一定是有某些阴谋。随后，特纳被允许和这个女人见面。Agent Valerie Turner. Took you long enough. 这个代号为白雪公主的女人给探员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父亲教会女儿生存的故事。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被突然出现的火箭弹击中，但车上的小女孩却没有被炸死。她慌乱中逃入树林，但留下的血迹被这2人发现。父亲将一把小刀交给女儿，女儿面无表情地走向这个受到惊吓的女孩。面对女孩的求饶，她没有多想就把刀插入女孩的腹部。此时探员特纳打断了她的讲话，认为没必要再次重复她的行凶过程。但女人却脱下外套，露出腹部的伤疤。原来被公认的凶手却是那个受害的女孩。这个女孩本来是父亲的小公主，但因为这次袭击使她成了孤儿。不过强烈的求生欲让她战胜2名杀手并活了下来。白雪公主告诉特纳，现在应该和她的离婚律师聊聊，这让特纳感到很惊讶，因为就在几小时前，特纳曾前往监狱探视丈夫，但这个从5岁就认识的男人却突然要和她离婚。这时在调查局内部抓到一个内奸，光头主管认为女人的计划该结束了，但他却不知道此时还隐藏着更大的危机。一名银行经理偷偷给外界传递了信息，调查局派遣了一个小队潜入通风管道，指挥部通过大屏幕实时观看这次行动。一名队员正打算剪断防护网，但他听到了滴答的声音，他回头一看，墙上布满炸药，一声巨响宣告了此次行动失败。而坐在大厅的白雪公主露出得意的笑容。而另外一边，探员特纳在联邦银行附近发现了一名可疑人员。在击毙这名歹徒后，一辆特警队的车辆赶到现场，但这些荷枪实弹的人员却都是假冒的，他们借机带走了一位重要人质。而这时特纳接到了那位律师打来的电话，律师告诉女探员，白雪公主的手里有证据可以证明她的丈夫是被陷害的。 How did she come by you? She's the one who framed him. 探员亮出了腰间的手枪。 You're under arrest. And you have something on your coat. 而在第1家银行的隔壁还连着另一家银行，劫匪爆破墙壁后，他们来到了第7家银行。 Last chance. I suggest you resign immediately. 白雪公主告诉光头，让他回头看看。一张写着她名字的卡片出现在屏幕上，
随后搞笑的一幕出现了，劫匪在保险箱里拿出一只小兔子。Don't worry. The rabbit is safe. But there are other things in that safe deposit box you don't want public. Snow White and the 7 banks. So that's what all of this is about. I took over 7 banks, but not for money. 这个关在监狱的男人和白雪公主有着同样的刺青。What do you think I'll do tomorrow? What's in motion will eclipse you, the FBI, the government. You have no idea who you're dealing with. I have another story to tell you. 这个正在打电话的男孩就是女王的下一个目标。一群蒙面人突然出现在男孩的周围，他们将男孩带走，并将定时炸弹绑在他的身上。实时画面被传送到指挥部的大屏幕上。随着这个男孩的头套被揭开，国土部长的表情突然凝重起来。原来这个被绑的人就是他的儿子。愤怒的部长质问女 What do you want? You on a spit, turning slowly. Not for the moment. I'll settle for some new clothes. 换上橙色囚服的女王依然盛气凌人。而与此同时，特纳特工已经带领拆弹小队赶赴现场。在穿过一个黑暗的通道，他们在地下室里发现了这个被绑满炸药的男孩。特纳特工向主管汇报说，这里的炸药可以炸掉所有人。而拆弹队员告诉他，需要6分钟才能切断引线。但现在计时器上显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过在计时器上还有个键盘，只要输入正确的代码就可以解除装置。特纳特工告诉大家保持冷静。女王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关于母亲和孩子的故事。佛波勒的局长来到女王面前。You want the code? 局长说，如果那颗炸弹引爆了，你也不会有好结果。不过女王却说，你们的衣服不是纯棉的，穿着不舒服。现在的时间显示只剩不到1分钟了。特纳特工告诉男孩，想想这个代码应该和你的妈妈有关。但是男孩反复试了几个代码都无济于事。而这时他突然想起来女王说过的话。It's about a mother and child. 特纳特工想到了一个男人的名字，在输入这个名字之后，装置被成功解除。拆弹队员在爆炸前1秒将炸弹丢进防护墙里。No joke. Absolutely would have killed us all. 这对新人即将步入结婚礼堂，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已步入会场，但有个陌生人悄悄将一个包裹放在更衣室的货架上。婆婆对儿媳非常满意，她将自己的幸运符传给了她。What a fresh start. 能得到婆婆的认可让女人非常开心，但是好景不长，正当新人准备步入礼堂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发生了，包括婆婆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当场炸死。丈夫谢尔盖发誓要给妈妈复仇，但女人告诉丈夫，现在不走我们也会有危险，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还活着，一定会来找我们的。 To get our revenge, we have to be alive. 时间来到几年后，佛波勒特工刚在一起爆炸现场解救了国土部长。 He said you were very brave. Thank you. 但特纳特工拿出一个刚才捆绑孩子的绳索，这种绳索是用在船上的特殊绳子。劫匪这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但部长却说他不清楚这件事情。但是助手不明白为什么特纳会知道代码。特纳告诉他，女王所做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代码艾萨克是曾经杀害我妈妈的男人，而这个爆炸现场的旁边正巧就是埋葬他的墓。这次抢劫7家银行仅仅是个开始，他一定会有更大的计划。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和我老公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这家银行已经被劫匪控制了2天时间，大量媒体已经守在街区的周围。佛波勒的特工暂时也不敢轻举妄动，但有一个隐藏摄像头正在观察里边的一举一动。劫匪将一些银行的内部数据写入闪盘。佛波勒的主管西罗见状下令切断电源和网络，但劫匪还是在停电前成功将数据传输完毕。而这次断电让银行大厅里的人群慌乱起来。白衣男子起身告诉劫匪他们需要食物和水，但劫匪抓住他的胳膊将他按到墙上，用枪指着他的脑袋告诉他不要这么亢奋。随后他转身拿来一盘糖果甩在男人的身上，白衣男子也只好乖乖地吃起了棒棒糖。不过没过多久，白衣男子开始浑身冒汗。劫匪见状来到他的身旁。 Lawton, what's the problem? Chest hurts. Take a breath.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喘不过来气。劫匪摸了摸男人的脉搏，看起来男子的并不像是装的。而此时佛波勒也通过监控发现了银行内部的情况。主管决定派护理人员前往现场。西罗用大喇叭向银行里的劫匪喊话，希望劫匪可以释放这名生病的人质。白衣男子现在看起来脸色苍白。劫匪看着男子对他说，在他来这家银行的时候，他看到作为值班经理的男人故意刁难一位女性客户。 I need you to promise to do better. I swear. 随后白衣男人被送上门外的担架。佛波勒也借机试图跟蒙面女子交谈。 I won't be giving you anything. 佛波勒的女特工在白衣男子的胳膊后面取下一个胶带，原来这才是引起男人病痛的原因。女特工在男人鞋底取下了那枚蓝色的闪盘，随后她下车准备悄悄溜走。不过特纳特工突然从她身后出现。 Hand it over.
特纳将闪盘接入主机，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名黑帮头目，而紧接着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出现在他的车上。这段视频清晰地记录着他索要钱财的对话，而部长显然是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到。不过在这些丑闻曝光后，女人依然请求 FBI 的局长低调处理此事，但局长看了看旁边的探员，说道 You're under arrest. 就这样，负责审讯女王的3位主管中，目前已经有2位因丑闻被抓，而被关押在地堡的白雪公主现在依然掌控全局。在地堡里，特纳与女王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女王希望特纳可以成为她的合作伙伴，但正义感十足的特纳显然不会接受这个条件。 When did this begin with my husband? When can I have some new clothing? I can have them delivered. 而与此同时，下属打电话告诉特纳，在他的后备箱里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行李箱。 Perimeter, we need the bomb squad right now. You don't need to call a bomb squad, Anthony. Fedorova's not going to blow up her own clothes. 在行李箱里出现了一张可疑的照片，特纳质问女王为什么会有和她丈夫的合影，但在女王犀利的语言攻击下，特纳显得有些无言以对。 I don't buy your benevolent. Never say never. 而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特纳再次来到监狱探视丈夫，但这次她却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黑哥回到牢房，见到了女王的男友谢尔盖。 What did you tell her? I'm sticking to the plan. And don't you ever question me. You don't know how hard it is. 随后，谢尔盖回到了自己的牢房，从床垫里取出一部手机，开心地笑出了猪叫。而再次变装的女王也莫名地跟着笑了起来。这个女人被抢银行的劫匪丢入保险库中，并且他们还摆出一个倒计时的牌子，而女王的头像则突然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 New 上。 York. My name is Elena Fedorova. 今天有个女人被锁在联邦储蓄银行的保险库中，如果你们不希望她因为窒息而死，请派新闻记者埃里克森先生过来谈判。如果他本人拒绝或者联邦调查局介入，这个女人就会死。 You may hate me now, but by the end of the day, you will love me. 助手在比对照片的时候有了新的发现，特工欧文的这张合影可能是在2016年拍摄的。那一年，欧文被派往阿根廷执行秘密任务。特纳回到地堡，再次和女王见面。 October 2016. Always impressive. 特纳声称她的丈夫欧文是干净的，但女王说，当欧文在阿根廷受伤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现在给你讲一个新的故事，是关于2个朋友之间的事。时间来到1小时以后，这位记者已经做好准备进入银行和劫匪谈判。他告诉特纳，他此前并不认识费多罗娃。随后，他被送到了银行的内部，劫匪将他绑在摄像机前进行直播。蒙面人让他回答一个问题，告诉我们关于天鹅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说的天鹅，如果你不说保险库的人质就会死。现场指挥的主管询问特纳，你在地堡里的朋友说过天鹅的事吗？ Never. 但特纳认为这显然跟之前的2件事如出一辙。这次针对的就是这位记者先生，而主管则有些不耐烦，在进行毫无意义的猜测。他准备从通风管道传送特殊气体，并派遣特战队员从正面强攻。特纳也被他命令离开现场。而在不远处突然冒出了一股浓烟，特纳则突然想起了在地堡里的对话。 Where there's smoke, there's fire. 助手查询得知这是一个名叫勒贝德的仓库起火。你知道勒贝德在俄语里的意思吗？ Swan. 与此同时，在联邦监狱里，欧文告诉谢尔盖，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特纳和助手来到火灾现场，一股难闻的气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一个仓库内部的冰柜里，他们发现了一具女人的尸体。在2016年的某一天，卧底探员欧文与女王商谈一笔军火交易，但他们却被第三方势力盯上了。一名行为可疑的男人引起了女王的注意，坐在一旁的光头同样也是他的同伙。欧文则在一旁仔细打量他们的对话。这时，风衣男突然掏出武器朝他们进行扫射，女王及时跳到墙后进行躲避，随后他掏出手枪进行还击。风衣男则利用微冲帮助同伴打掩护，但在一旁的谢尔盖直接一枪将其爆头。光头突然抓住一名女性进行掩护，好在女王的枪法也不是吃素的，光头也直接被女王干掉，但欧文却在交战中身负重伤。 Don't leave me here. Don't let me die. 当欧文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埃琳娜的家中。虽然这次他成功保住了性命，但他的真实身份已经被女王发现。 Looking for your FBI badge? Agent Owen Turner. 欧文问他：“你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Friendship. 时间回到现在，与劫匪谈判的记者否认自己与天鹅的事情有关。不过特奈告诉现场的主管，他在附近一个名叫天鹅的仓库里发现了一名遇害的女性记者。她在2年前被媒体报道为自杀。特纳认为这个女人一定与此事有关，但主管则对此事不以为然。与此同时，银行内的劫匪开始收集现金并挪动里边的家具，而大屏幕上再次出现了女王的画面。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你们记住，是埃里克森让他受苦。 remember, I am not your enemy. 女王号召围观的人群前往联邦储备银行进行声援，而在银行里，劫匪给在场的人质都戴上眼罩，这让在地堡里的局长开始紧张起来。局长怀疑女王的手下要开始处决人质，
如果有任何人死在现场，我会下令把你的人全部拿下。 Message received. 那你为什么要折磨一名无辜的女性呢？ Yes, well, Tyler Erickson. 那在冰箱里死去的女人和他有关吗？ As I said before, this is a story about two friends. 我没时间听你的故事了。 You should make time. 女王告诉局长，她也有同样的基本规则。如果她的人被 FBI 的毒气攻击了， Retribution will be. Ooh la la. 现场指挥的主管联系局长，告诉他时间已经不多了。局长经过再三权衡，下令从正门发起进攻。一群头戴防毒面具的特战队员冲入银行，但在里边的劫匪却不见了踪影。而在保险库中的女人则被成功救出。主管认为他们已经封锁了现场，劫匪跑不远了。但特纳提醒主管，他刚刚下令打开了通风管道。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满天散落着飞舞的美元，而这些现金正好落向前来围观的人群。主管试图推开人群，来到一个小巷。不过，在地上只剩下劫匪丢弃的头套。逃跑的劫匪并没有带走银行的钱财。特纳通过与这名被困的女人交谈得知，她是那名受害者的室友。在出事以前，他收到过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1164. 随后，特纳来到银行的保险库，让助手打开了编号1164的保险箱。他从里边取出一台笔记本电脑。如果我有什么意外，请查看里边的内容。得到这条线索后，他向调查局的局长汇报，这名女记者在生前一直在调查那位女王今天指定的男人，她与一个名叫贝洛克的组织有过往来。特纳猜测一定是他发现了这些事才会被灭口，但主管却认为在没有确定的证据下无法定罪。不过特纳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在今天的早些时候，男人将梳子顺手放在他的口袋里，而现在这枚梳子正好可以和手指里残留的 DNA 样本进行对比。所以男人不得不承认了他杀害女记者的事实。与此同时，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再次出现了女王的画面。 Do you love me now, New York? What a day. 特纳询问女王贝洛克人是什么来历。你的丈夫在阿根廷收到过他们的礼物，但显然这份礼物不是为他准备的。 So you see, we're on the same side. 特纳发现眼前这个女人对他的喜好了如指掌。 Just want us to be friends. No, and I'm starting to see your patterns. Not yet, though. 特纳回到家中，想起了丈夫递给她的一片树叶。她突然发现，在书架上有一本书，也有相似的图案。特纳发现，在书中果然还隐藏着一个秘密。U 盘中存放一段模糊不清的战地录音，通过技术手段消除噪音，可以清楚听到一个女性的声音。特纳发现，原来这个女人就是她自己。那是在2017年，她被派往非洲执行一次营救任务。一伙非法武装分子劫持了当地的一家学校，3名女教师被困在教室里当作人质。特纳和2名特战队员悄悄地潜入这间校舍，而在远处的白雪公主正用望远镜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而身旁的助手路易发现，这3个美国人有可能会被伏击。白雪公主不希望眼睁睁看着这个女人白白送死，所以她打算采取行动。时间切回到现在，特纳给白雪公主播放了 U 盘里的录音，询问为什么她的丈夫会传递给她这个 U 盘。这里边肯定不是因为巧合。白雪公主同情特纳对于丈夫的困惑，她希望特纳重新考虑一下对欧文的看法。也许她的参与一定是有充分的理由，但是特纳并不相信眼前的这个女人。不过白雪公主又讲了一个新的故事，这一次是一个关于合作的故事。与此同时，劫持纽约银行的劫匪来到银行的地下，用81下的大锤不停地敲击一处墙壁，而驻守在外面的指挥官多克发现了里边的敲击声，他命令手下扩大包围圈，防止劫匪逃跑。不过里边的劫匪好像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多克接到命令，开始特别行动，所有特战队员冲入银行，但此时劫匪已经变成建筑工人离开现场。FBI 再次被白雪公主的手下戏耍。天亮以后，特纳和助手来到银行现场进行调查，在劫匪丢弃的衣服里发现了2颗钻石。主管命令特纳顺着这条线索找出白雪公主的助手，但多克自己却不小心触发了地上的一根细线。突然间，一排红色的激光柱出现在他们的后面。FBI 的局长对此非常愤怒，他不停地用言语恐吓这位女性，但白雪公主却对此不为所动。好像外面的一切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告诉局长，等里边的人被融化后，就知道谁是谁非了。特纳找来了拆弹人员解救多克，但他得到的答复却是这面激光墙暂时无法打开。不过在银行那边拍到了其中一名劫匪的照片。特纳顺着钻石的线索来到一家珠宝店，店主提供了一个男人购买钻石时拍到照片，在购物清单上有一枚求婚戒指，引起了特纳的注意。他回忆起在1天以前，2家被劫持的银行之间有多个被追踪到的电话记录。他们确信另外那家银行里的蒙面女就是这个男人的女朋友。工作人员找来了这家银行的老板，但是作为这家银行的主人，他也不清楚这里的供电系统。面对这样一道道炽热的激光，被困的3个人现在能做的只有静静的等待。但突然一声警报响起，激光束开始收缩牢房内的面积，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此时特纳需要马上找到白雪公主的助手。
在分析了劫匪可能的逃跑路线都已经被封闭后，特纳突然想到了他们有可能会从水上线路逃跑。随后，他驱车前往布鲁克林的一家码头，而困在牢房的多克给局长打了电话。他怀疑自己可能是白雪公主这次行动针对的目标，而关在地堡下面的女人给局长打了一个手势。那些变热的激光开始融化你的朋友了吗？面对咄咄逼人的白雪公主，局长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特纳和助手来到了码头，他们发现了正在打电话的疑犯。FBI! Don't move! 男人见状，随手将手机扔入河里，并举起了一只手。但当他把另一只手从兜里掏出来的时候，一枚手榴弹出现在他的手中。这个手持手榴弹的男人要求与白雪公主进行通话，而随着警报声再次响起，被困的三人不得不退到墙角里。危急时刻，指挥官多克向局长坦白了自己年轻时犯下的过错。局长挂断电话，接到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劫匪只与白雪公主对话，但局长却突然下令让狙击手击毙劫匪。白雪公主急忙制止。原来这是局长在试探白雪公主，她可以读出别人交谈的唇语。局长把手机拿到白雪公主的面前。Louis, stand down. 随后 FBI 控制住了男人，并让他说出解除激光的方法。不过在一阵紧张的尖叫声过后，三个人安然无恙。原来这只是虚惊一场，但在墙壁后面却出现了一个隐藏的保险箱。然而面对 FBI 的询问，银行的主人却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在审讯白雪公主的助手时，路易提示他仔细想想 U 盘里的枪声。随后特纳拿出手机再次播放了那段录音，他发现在这段录音里的枪声是 M16 发出的。这是一种美国制造的步枪，但特纳搞不清楚为什么美国的武器会流入到这些不法分子的手中。而此时保险库的资料被取出，这也证明了这位银行的老板直接参与了多起跨国洗钱行动。在墙壁上，他发现了一张特别的照片，中间的三人在前几天刚刚被捕。经历了这次劫难，指挥官多克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他也因此颜面扫地。虽然局长对他不计前嫌，但他也被迫降职成为特纳的助手。I'm gonna destroy you. 白雪公主还不忘继续在他伤口上撒了把盐。两个女人开始交换对于这张照片的看法。白雪公主讲述了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在特纳执行的营救行动中，白雪公主恰巧一直在远处观察。她通过望远镜观察，发现特纳走错了撤离路线，所以她决定帮他一把。白雪公主拿出狙击枪对准远处的校舍，一发子弹突然从特纳的脸庞飞过。而在当时，特纳并不知道这发子弹救了他一命。You want a partnership? What are they watching? The beginning of our story, of course. 随后，局长告诉特纳，从河底打捞上来的手机并没有什么有用信息，全都是一些数字。不过，特纳好像明白了这里边的奥秘。他来到牢房中，坐上白雪公主的位置，发出了一连串01组合的信息。而他看到对面的灯光正好闪烁着相同的频率。打劫7家银行的白雪公主终于要对美联储的6000吨黄金下手了。这家全世界安保最严密的金库拥有3种不同的生物识别技术，需要这张照片里的3名成员同时在场才可以。火焰轻松将这扇铁门撬开。随后，他的助手拿来了一台含有定时装置的手提箱，这让在场的2名人质瞬间紧张起来。不过随后他们来到了2号金库门，这道门需要进行声纹验证。 Your name, please. Amira Oje. Recognize. 紧接着，男人的声音也被系统验证关卡。不过3号门需要更为严格的视网膜验证。与此同时，关在地堡里的白雪公主再次和探员特纳会面。可以看出，经过1周的时间，她在这里享受的待遇有所升级。惬意的茶饮让她看起来更像是这里的主人。特纳通过查询后台的日志发现，这张照片里的人当时正在观看无人机的镜头，而镜头正好对准白雪公主举行婚礼的教堂。在这次婚礼的炸弹袭击中，有108名无辜的亲人丧生，这也是他进行复仇的主要原因。但特纳说，现在这张照片里的4个人已经被捕，而且整个城市已经瘫痪1个星期了。特纳希望和白雪公主做个交易，让他放了无辜的人质。不过白雪公主认为他们之间的合作才刚刚开始。 Who's next? But I like the idea of teamwork. I wouldn't say we're a team. Now, you never know when someone might turn out to be a true partner. 白雪公主打劫美联储金库的消息直接惊动了美国总统。如果金库里的黄金被盗走，则可能直接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白宫的助手告诉 FBI 的局长，总统将在下午3点召开发布会。探员特纳认为，现在照片里剩下的2个人很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其中这名长发男子叫阿卜杜勒，他是一名技术人员。在4年前，他参与了美联储的安全升级。随后，局长派遣特纳前往这名男子的家中进行调查。作为一名技术宅，男人家里的智能设备都可以远程操控，否则就撤销他的移民身份，并将他和父母遣返回叙利亚。这名男人认为自己是无辜的，特纳要求他帮忙阻止白雪公主的手下进入金库。男人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他说需要在金库附近的服务器进行操作。这时，男人的手机提示室外出现3名蒙面枪手。特纳让男人躲进书房并接管了他的手机。
而此时局长也得到了特纳的消息，并派人前去支援。不过此时一名蒙面枪手已经来到房间的门外，但他走进客厅却并没有看见墙后的特纳。特纳枪手的自动步枪火力明显大于特纳的手枪。特纳看了看地上的步枪，随后掏出了手机。电视里的足球画面让这名地保的局长找到白雪公主，让他命令手下停止对特纳的行动。但艾琳娜则是一脸疑惑，她说她不可能伤害她的合作伙伴。而这时第3名枪手以随后前来支援的特勤人员接管了现场。局长的助手告诉他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在城市北部方向一直有信号传向这里。局长派遣特纳的助手前往监狱探视她的丈夫欧文，不过显然欧文并不愿意配合他的工作，但欧文因此得知了他的妻子与枪手交火的消息。随后欧文找到了白雪公主的丈夫谢尔盖，质问他为什么蒙面枪手会与特纳交火。 Because if anything happens to Val, I'll kill you both. 特纳将这名技术男带回到指挥部，他指着图纸介绍在靠近地铁一侧的墙壁比较脆弱。随后他和特勤队来到地下隧道，并强调3号门的虹膜扫描无法破解，除非劫匪把董事会成员的眼球揣在兜里。他们顺着地道来到一个画有标记的地方，特勤人员利用大锤凿开了墙壁。多克带着技术男来到里边的服务器机房，与此同时3号门外的劫匪启动了设备的开关，紧接着他们完成了2次虹膜扫描。特纳通过审讯得知戴面具的枪手并不是白雪公主的手下，而是一个名叫贝洛克的组织派来的。局长告诉特纳，白雪公主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外面发生的事情。这时特纳的脑海里突然浮现了之前的对话，而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这名技术男已经帮助劫匪完成了第3次虹膜认证。原来早在2018年的时候，艾琳娜和谢尔盖就找到了这名技术男。 Don't move. 夫妻2人控制了这名醉酒的宅男，不过他们并没有打算除掉他，而是选择让这名宅男与他们进行合作。就这样，在 FBI 的全力帮助下，劫匪顺利地打开了金库大门。而据这名技术男介绍，劫匪已经将多瓶丙烷罐放入金库。当金库大门关闭后，里边将变成一个温度超过2000度的烤箱。白雪公主的计划并不是把黄金带走，而是打算让黄金原地蒸发。特纳认为这不是关于钱的问题，而是关于一场复仇。随后，特纳带队冲入金库，抓获了这名劫匪。银行里被困的人质也悉数获救，但他们谁都没发现这块金砖的异常。 Thank you for saving my life earlier. 特纳想知道贝洛克组织为什么会派人追杀这名技术男。男人解释道，他之所以帮助白雪公主做事，是因为艾琳娜答应会保护她。 Elena wasn't there this morning. I was. Yes, because Elena sent you. 这时特纳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都是在白雪公主的计划内。特纳再次返回地堡，见到了艾琳娜。我一直弄不明白，是什么让你由一个正常人变得如此狂热？我和谢尔盖在一起的时候，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像大多数妈妈一样，女本为弱，为母则刚。我希望给我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如果你有机会，你会原谅害死你妈妈的凶手吗？特纳认为那名凶手早已经死了，但白雪公主说她要给特纳一个机会来纠正这个错误。 Check your pockets. 特纳发现在自己的兜里突然多了一张纸条。 Isaac Bigby's address. He's alive. 特纳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到。 So now it's time for you to tell me a story. 不出所料，女王的复仇计划继续上演。这次她的目标将对准照片中的第6号人物法官卡洛琳，一同参与了袭击女王婚礼的行动。不过她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被女王揭开，这位法官在读法学院的时候曾经是 FBI 局长的女友。所以这次局长只好亲自来到法官的家中，希望他可以配合工作交代清楚这次袭击行动。但面对前男友的问询，女法官则是一本正经地撇清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而与此同时，在郊外的一所监狱里，这名男子轻松突破了门口的守卫，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随后他跳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在被前女友挖苦了一番之后，局长也只好先行离开。他告诉手下继续观察，不过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名寻找丢失宠物的女性。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蒙面人再次出现，他将麻醉弹打到这2名特工的脖子上。紧接着那辆白色面包车来到门前，女法官被这伙人强行带上车。随后蒙面人留下一张纸条交给特工瓦尔特纳。天亮以后，局长和特纳赶到现场。这张纸条上写着，一个300平方的商店可以容纳多少人？看来这又是女王出的新谜题。不过现场的一片狼藉让局长开始对女王咬牙切齿。助手汇报称，绑匪名叫杰米·阿方索，昨晚刚刚越狱，而他正是被这位女法官送进监狱里的。此时助手在被劫持银行外的多克打来电话，他发现银行内部现在有资金转移迹象，所以多克认为劫匪正在为撤退做准备。他有信心可以将劫匪一网打尽，但他需要派出狙击手支援。不过在银行内部的劫匪已经知晓了他的计划。正在气头上的局长返回地堡找到女王，不过女王却淡定地将矛头对准了这位局长的前女友。 She is not corrupt. Because she was your girlfriend, she's immune? What's the point? 女王告诉他，复仇是从一声巨响开始，但这个女孩的腐败可是一直都存在。 She may take offense
If she survives the day. And don't underestimate me. 一名狙击手已经将瞄准镜对准了劫持银行的蒙面人，但远在地堡里的女王却惬意地喝着茶水。而此时 FBI 的局长一心想着如何营救被绑架的前女友。在银行外面的指挥官多克拨通了蒙面女侠的电话，他提出用她的男朋友交换人质的建议。女人虽然有些疑惑这可能是 FBI 的陷阱，但是为了见到男友，她愿意冒一次风险。随后他告诉助手将1000万美金转换成数字货币。多克来到男劫匪的面前，秀出了他遗失的求婚戒指，并扬言这次行动如果有什么差错，他就将这枚戒指冲进马桶。 We clear? Nice day. 特战队员现在已经各就各位，同时银行里的劫匪们又戴上了看不清路的面罩。只见一个光头首先推开了银行的后门，接着 FBI 也将女王的手下路易堂带到了交换现场。多克的交换规则很简单，每释放一名人质，路易就可以向前迈进一步。随后，第一名人质被劫匪推出门外，外面的路易堂同时也跟着向前走了一步。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质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出来，路易也即将走到了银行的门口，但远处的狙击手突然向多克汇报，他发现女劫匪已经暴露在射程范围。多克命令狙击手开始射击，不过这一枪只打到了门框上。随后，一群特战队员开始朝大门进行疯狂射击，但就这枪法，要我说连个蚊子都打不死。双方有惊无险的在零伤亡的情况下完成了人质交换。在撬开这扇铁门后，多克发现劫匪已经从地道跑了。原来劫持银行的1星期里，劫匪们一直在里边挖地道。不过更让多克恼火的是，在兜里的钻戒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调包了。 Sneaky bastard. 2名特工找到了劫匪遗弃的白色面包车，但车内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不过一旁的扫地大爷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随后，特纳收到了一封含有他名字的信封，上面写道：“顺着腐败追查下去，通过调查这名劫匪关联的案子，发现其中有一个目击证人叫辛普森。他们来到了这名证人的工作地点，不过这家店的面积显然小于300平方英尺。但特纳再次收到一封写有他名字的信封。 If the judge lies, she's a devil. 随后，他们顺着指引来到辛普森曾经居住过的公寓。果然，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劫匪和被绑架的女法官。劫匪让特纳从窗口看向对面的天台。 We're too low to see the rooftop. Okay. So how from this apartment did Curtis Simpson see a murder on that rooftop? 女法官利用伪造的证据将劫匪送进了监狱，所以男人打算为自己伸张正义。特纳希望男人保持克制，但男人已经将女法官拽到窗口。不过，女法官却一直装作很无辜的样子。男人说自己的生活被毁了，即使证明清白，死去的奶奶也不能活过来了。 所以他打算带着法官一同跳下去。眼看男人这是要来真格的，女法官终于说了真话：男人是无辜的，无论如何他都会给男人定罪。男人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答复。但让特纳没成想的是，伴随着一阵尖叫声，男人抱着女法官一同跳出了窗外。不过还好外面还有一个护栏，但劫匪却已经不见了踪影。在一辆即将发动的大巴车上，女人满意的戴上了求婚戒指。 Don't believe in jinxes. So far, so good. 结果男人的话被光速打脸。 这次终于让多克挽回一点颜面，不过女人随手在座位上留下来一个信封。没过多久，劫持女法官的男人来到座位上取走她的酬金。而在上一集中，女王留给特纳的纸条让他经常从噩梦中惊醒。思来想去，特纳找到了这位已经改名换姓的男人。虽然杀害妈妈的凶手就在面前，但存在于他骨子里的正义感让他无法痛下杀手。正当他打算离开的时候，男人被外卖员送来的食物毒死。 特纳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这是谁干的好事。 What you never would have achieved without me. I will never be anything but. 夜晚，一个神秘的男人出现在基地外面。他从背包中取出一个圆形设备，放置在地面上。随后，他按下开关，蓝色灯光亮起。紧接着，这个装置向基地方向发动了电磁脉冲攻击，整个基地的电力系统突然之间全部瘫痪。特纳认为这次突然的停电一定是女王的手下在外面捣鬼，不过女王却对此矢口否认。她说今晚的行动不在她的计划之内。 所以让两人同时意识到，他们将面临一个更大的难题。特纳说，他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愚蠢地进攻一个美国本土的基地。但女王告诉他，答案就在那张6人合影的照片中。在特纳看来，照片中的每个人现在都已经被控制，不过他却忽略了在照片的角落里还隐藏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中情局的一名深度卧底特工，代号为幽灵。女王说，这次他主动找上门来，显然是冲着他而来。他需要换一件更加轻便的衣服。而此时，在外面的幽灵已经做好准备。 他从战术包中取出一枚匕首放在身上，随后他朝基地的变电所走去。这时，一名全副武装的守卫发现了幽灵的踪迹。Hey, what are you doing? Who are you? Identify yourself. You hear me? Step out now. 不过很快，这名守卫就被这个职业杀手救了。与此同时，关押着2位丈夫的监狱也发出了火警的警报。欧文特纳被告知，所有人马上疏散到监狱的食堂进行集合。这次的突然停电正好发生在特勤人员换班以后。 现在在地堡里仅剩下7名守卫，
局长决定去枪柜室取回自己的配枪，并让特纳留在这里时刻盯着女王。而驻守在银行外面的技术人员截获一份在几小时前从基地里发出的信号。Oh, potato. Val may have some ideas. 助手安东尼试图把这个消息告诉瓦尔特纳，但特纳的手机现在却无法接通。这个举动让安东尼感到有些奇怪，因为特纳的手机从不关机。这时他们才在监控系统里发现整个区域一片漆黑。随后安东尼试图联系现场指挥官多克，不过此时多克正在和一位白宫的官员进行约会。由于地堡里的电力系统中断，装有电子锁的枪柜现在也无法打开。特纳询问局长是否了解一个代号为幽灵的中情局特工，女王认为他是今晚的幕后黑手。局长说这名特工现在已经叛变了，他刚刚杀死了2名守卫，这意味着他看到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手软。不过这仍然可能是女王越狱计划的一部分。这种电磁脉冲会破坏基地的牢房。局长和特纳分别去看守女王和她的2名手下。What's going on, Director Rial? Someone forget to pay the electrical bill? Power outage. It's nothing for you to worry about. 在地堡里的女王这次换上了一身黑色的西装，她告诉特纳，就是这名前中情局的特工策划并轰炸了她的婚礼。本来这个人会是她的下一个目标，但今天的剧本却不是这样的。有可能是她发现自己的同伴都被抓了，所以她才会决定主动找上门来。不过既然是漫长的等待，女王认为她们现在可以像闺蜜一样在一起聊聊天。 You're welcome to borrow my pajamas if you want. Isn't that what friends do? Something tells me you haven't had very many friends. 不过女王说她曾经有一个朋友名叫娜塔莉亚，在她被俘虏的那段时间里，每天只能睡1个小时。 Some kind of terrorist? Something like that. 在2018年的里约热内卢，女王刚刚产下1名婴儿。不过作为一名新手妈妈，她并不知道如何安抚一直哭闹不停的宝宝。无助的她一度得了产后抑郁症。这时一个女人的突然出现拯救了她。女王说她的丈夫出差此时不在自己的身边，她原本以为自己一个人可以应付这个家庭，但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不过在奈塔莉亚的鼓励和帮助下，女王渐渐地适应了母亲的这个角色。为了表示感谢，女王将母亲留给她的戒指送给了这位朋友。但这时她的丈夫谢尔盖突然打来了电话，告诉她提防一下眼前的这个女人，因为他发现娜塔莉亚是一个假名。娜塔莉亚见到了女王的丈夫谢尔盖。谢尔盖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掏出了自己的手枪。娜塔莉亚告诉男人，作为一个新手的母亲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她的丈夫还不在身边。 I don't walk out of here. I have 10 men outside who will start firing. So do I. 这时正在带娃的女王从屋里走了出来，她警告说今天谁也不许开枪，如果谁把宝宝吵醒了，她就会和谁拼命。 Who do you work for? 娜塔莉亚笑了笑说道，都是别人在为她工作。女王认为她假扮成保姆就是为了等人到齐了一起解决。不过娜塔莉亚并不想和这对夫妻弄得鱼死网破，所以双方都比较克制，并没有开火。向来所向披靡的女人也有自己脆弱的一面，还好她得到了丈夫对她的信任和支持。时间回到现在，谢尔盖此时正在一所联邦监狱内接受火警的疏散。典狱长告诉大家，消防车随后就会赶来。不过谢尔盖告诉欧文，这一定是个圈套。他在监狱里的仇人没准新交了一个纵火犯的朋友。长时间的等待加上闷热的气温，让这群犯人开始产生抵触的情绪。而这时男人又开始火上浇油，说他闻到了烟的味道。恐慌的犯人试图离开这里，但却发现房间的房门已经被反锁。这一下彻底激怒了里边的囚犯，所有人都开始扭打在一起。男人则从裤兜里掏出来一支铅笔，走向谢尔盖。 I know you tried to kill me. You tried to poison me. 欧文看到谢尔盖有危险，急忙跑过去帮忙。健壮如牛的欧文一把就将这个瘦弱的男人推开。不过这个男人并不知道欧文曾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特工，他自不量力的要与欧文进行身体对抗。只见欧文直接一脚踹向男人的腹部，但好巧不巧的是，男人的头部正好撞到了桌角，没想到就这样一命呜呼了。与此同时，身处地堡的女王同样受到了生命的威胁。电磁脉冲攻击让地堡里的牢房出现了线路故障，女王的助手路易唐借机离开了牢房。不过路易唐在路口巧遇了准备刺杀女王的幽灵，紧接着2个人扭打在一起。虽然幽灵的肩膀被路易唐刺中一刀，但路易唐的伤势显然更加严重。而此时那个幽灵刺客也已经不见了踪影。驻守在地堡里的局长提着铁钳子来到走廊，准备伏击幽灵刺客，但他看到的却是这对落难的鸳鸯后，还是选择伸出了援手。 No, what happened? 现在驻守在外面的守卫已经全都被刺客拿下，不过这个刺客暂时应该是躲在某个角落里包扎伤口。女王说他们不能坐以待毙，需要马上拿到武器，但特奈告诉他所有的枪都被电子锁在枪柜里。局长告诉他们在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旧的储物柜，那里应该还有一些可用的装备。局长让特纳带一个人到那里取回装备，不过这对情侣并不愿意彼此分开。 You think I trust you with my safety? I'm trusting you with mine. 在这间废弃的库房里，他们找到了一个几10年都没有打开的箱子，
可见这里边都是一些用处不大的装备。不过女王发现了一个老旧的地雷，她相信把这个拿回去没准可以派上用途。而特纳则发现了一张地堡里的原始地图，根据图纸显示有一个通风管道可以直接进入地堡的中心。在地堡的外面，安东尼也正在驱车前往基地进行支援。不过他刚下车就发现这里出了问题，在基地的周围一个守卫都看不见，而且在变电所里他还发现了一个已经遇难的特战队员。取回地图的特纳告诉局长，幽灵刺客一定会从通风口进入地堡。女王认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抓住这个幽灵，局长也赞同了女王的观点。 You have a plan. What is it? 女王则不慌不忙地从包里取出地雷，接下来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挖坑栽树了。女王小心翼翼地取下保护拉环，紧接着他们再把地面恢复原样。而此时在通风管道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随后他们跑到屋外进行躲避。但当特纳发现这个人从天而降以后，他却大喊了一声 No! Don't move! 女王气定神闲地坐在埋有地雷的凳子上，而就在刺客分神的一瞬间，她突然躲到了桌子的后面。不过这颗年代久远的地雷却并没有引爆，但在他们投降的时候，这颗反射弧太长的地雷又响了。可是这么大的冲击力都没能把这个刺客炸死，特纳只好来到刺客的身后，打算将其擒拿，但他却被这个刺客来了一个过肩摔。 If I want to get to her, I gotta go through you first. It's something like that. 这时女王从地上捡起来一条锁链套在这名刺客的脖子上，随后两位女侠二人合力将这名刺客拿下。在现场危机解除以后，全副武装的特勤人员才姗姗来迟，女王又被关押回她的专属牢房。而此时在特纳的脸上却产生了一丝不舍。天亮以后，一宿没有露面的指挥官多克才来到地堡，但面对局长对他的询问，多克的口气非常强硬。局长发现多克今天的状态有些可疑，命令他写出一份完整的不在场报告。时间拨回到前一天的晚上，总统的秘书和多克在一家高级餐厅会面。 Good job well done. Well, thank you, Miss Swanstrom. 女人询问多克是否了解贝洛克这个组织，多克表示他不是很清楚这个家族的运作模式。不过这位秘书告诉多克，鉴于他近期的表现，白宫有可能让他接替局长的位置。也正因此，多克萌生出了更大的野心。安东尼告诉特纳，他们截获了一份女王向外发出的摩斯码，但在尝试了很多语言后都没有结果。 Her mother was Brazilian. Run it in Portuguese. 在用葡萄牙语检索后才发现，这条信息实际上是女王发给她远在乡下的女儿。与此同时，因误伤他人的欧文特纳被狱警带走，而此时典狱长正乖乖地向和他通话的人汇报情况。 Everything is going according to plan. I assure you, Lady Belloc. 这个女人的全身上下都被裹满着保鲜膜，并且在她的身旁还有一台摄影机正在进行现场直播。同时，在她脚底下又突然出现了大量的金色染料。随着这种液体还在不断增加，被关押在密闭室内的女人现在命悬一线。这是目前为止终局这个系列电视剧里最好看的一集。女王的终极目标也终于浮出水面。让人意外的是，这个目标将会是现任的美国总统。储藏在美联储地下金库的6000吨黄金将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而代替他们躺在金库里的金条将会是道具演员。一名消息灵通的匿名记者在网络上发表了一段视频，他揭露了联邦调查局试图掩盖银行大劫案背后的真相。只用了1小时的时间，这段视频就突破了200万的点赞。示威者在地堡外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释放女王埃琳娜。白宫的首席顾问茱莉亚在一家酒店与多克进行密会。茱莉亚希望多克可以妥善地处理谣言的制造者，并许诺让他出任下一任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一心想升职的多克自然不会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但这时茱莉亚突然变得神情恍惚，并将手里的咖啡杯扔到地上。身旁的多克急忙上前查看并呼叫援助。 Call 911. 不过同时吸入不明气体的多克也在随后昏倒。这时门外走进来2名面戴防毒面具的武装分子，随后其中一人将茱莉亚带离现场，而这个藏在花丛中的摄像头正是女王的眼线。随着这名美国总统贴身秘书的突然失踪， FBI 的局长和特纳特工则直接被总统问话。总统要求他们尽快破案。 And whoever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I want you to make them bleed. 与此同时，在美联储金库里，被女王手下买好的定时器上所显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且在网络上，女王埃琳娜得到了广大美国群众的声援。为了平息此事，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打算采取更加主动的方式，而在他口中的这种方式却是要绑架女王的5岁女孩作为谈判的筹码。不过特纳特工却不赞同用这种下流的方法。 Using her child against her? What does that make us? Equal to our opponent. It makes us desperate. 特纳请求局长在扣押女王的孩子之前让他们先沟通一下，因为女王一直把他当作合作伙伴。不过局长告诉他没有时间再玩游戏了。随后特纳找到女王，告诉她虽然在之前的行动中女王帮助他们惩罚了很多不法分子，但现在他想知道女王的直接目标。
不想再听故事和做猜谜的游戏了。女王说她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婚礼那天坐在白宫里观看教堂爆炸的每个人都绳之以法，在那以后，所有她控制的银行都将会被释放。And you may never see your daughter again. Do you want that child to grow up without a mother? I want her to grow up in a better world than I did. 不过在这以前，女王还要讲一个关于国王把稻草变成金子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个女孩拥有把稻草变成金子的能力，所以国王把她变成俘虏，并将她锁在一座牢房里。What's a prisoner? A prisoner, my love, is someone who is kept someplace they don't want to be. 而与此同时，女王的丈夫也正在审讯着一名囚犯。谢尔盖让这个男人老实交代，免得遭受皮肉之苦。不过囚犯说，如果他说出了被洛克夫人的下落，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但谢尔盖却说，他现在更关心的是金子的下落。镜头再次切回到即将装满镀金液体的密闭容器中，此时这个白宫的女秘书正努力大声喊叫，寻求帮助。可是远在地堡里的女王却好像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特纳怒气冲冲地质问女王为什么会对一个无辜女人下如此狠手。女王告诉特纳，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金子都是纯金的。特勤人员在酒店里找到了让多克麻醉的气体，而讽刺的是，在前几天多克正打算用这种气体麻醉女王的手下。局长也说这真是一个凄美的玩笑。不过气体和金器之间有什么关联吗？特纳说这应该与美联储的金库有关，但局长说他们的人24小时把守那里，并没有发现异常，还是把注意力关注到这个白宫的女秘书吧。安东尼查阅了婚礼当天的记录，女秘书并不在照片的名单里，但她为什么会成为女王的目标呢？不过在指挥官多克看来，这位白宫的女秘书是无辜的，但局长却质问多克，你在非工作时间和一名女性谈工作，你这是把我当成傻子？随后局长就告诉多克可以先去一边休息了。不过多克还是执意要留下来继续工作，但局长说现在由特纳主持外勤工作，这也让原本就看不惯对方的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再次加深了。这时助手告诉特纳，在网上一名记者发布了多克与女秘书密会酒店的视频。在这个视频的开头，特纳发现了一个鲜花店的送货车，他认为一定是这辆送花的货车携带了可疑气体，找到这家花店就可以找到更多的线索。在花店店员的帮助下，他们在马路边找到了这辆被偷的货车，但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劫匪不但把车加满了油，还清洗了面包车。特纳认为女王是一个现代的罗宾汉，专门劫富济贫。不过在车里，特纳发现了可疑的土壤，但他相信女王是不会轻易留下证据的，除非是他有意想让别人发现。所以特纳告诉助手回实验室鉴定一下土壤的产地。与此同时，担心女秘书安危的多克现在并不想回家休息。局长突然给特纳打电话询问，为什么在基地的周围突然增加了这么多示威的人群，这些人为什么会知道他们把女王关在地堡里。特纳在查阅手机后发现要求释放女王的这条推文已经上了热搜。他告诉局长，在网上有一个消息灵通的记者突然发布了很多关于女王的推文。根据他最新的帖子，他正在号召人群前往美联储门前集会。在地堡里的局长再次来到女王面前质问他，你打劫了一个无辜的女人还不要赎金，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女王则反问局长，你在读推理小说的时候会直接翻到最后一页吗？局长说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最好不要让他发脾气，但女王告诉他保持耐心，马上就会有答案了。而女王本人则悠闲地涂着指甲油。在被联邦调查局控制的第6家银行外聚集着大量声援女王的人群，人们高喊口号要求释放女王埃琳娜。特纳和多克也在这时赶到了示威人群聚集的美联储。安东尼告诉特纳，在花店货车上发现的泥土来自一家陶瓷厂。特纳在人群中看到了发布视频的那位记者，多克则直接强硬地要求他配合工作。随后这名男子被带到车里单独审问。这名男子声称他得到的消息都是匿名的，他并没有参加到女王的计划中。特纳询问他是否知道关于白宫女秘书的任何提示。 Chief of Staff is a clown. This is insane. 不过在这个看似有些不靠谱的男人口中，却得到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在附近有一个废弃的矿井周边正在建设一家水资源研究工厂。特纳和多克决定驱车前往这个工厂查找女秘书的下落。与此同时，总统不停地给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施压。 I agree, Mr. President. We will find her. Call me with some good news. 局长告诉特纳，他不得不派出一队人员去寻找女王的家人。如果他不能把人带回来，他就要采取行动了。而此时，女秘书的身体已经全部浸泡在金色液体中。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们赶到了这家工厂。 Which way do we go? Listen. 他们顺着液体流动的声音找到了这个装满金色染料的容器。多克试图拧开阀门，但这个生锈的转盘却纹丝不动。接着他又挥动扳手，但依然收效甚微。关键时刻，还是特纳找到了好方法，让金色液体从排水口流出。随着金色染料的褪去，女秘书成功获救。但这时，安东尼告诉特纳，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这家粘土矿的工厂所有者正是这位女秘书。
而且在6年前他是利用一家空壳公司进行购买的。随后特纳找到女秘书向她咨询几个问题。 You own this place? Owning land is not a crime. Why is Fedorova targeting you? 不过这位女秘书认为特纳是被女王所利用，女王是一心想破坏美国政府的稳定。如果你继续浪费 FBI 的资源，我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你走人。面对总统的红人，特纳也是被对得哑口无言。在广场的大屏幕上，美国总统正对着民众进行演讲，特纳还在思考着那张照片里剩下的一个人是谁。 When everyone who was in that White House room the day of the church bombing 特纳终于反应过来，最后那个人就是拍摄这张照片的人。而安东尼在查阅当天的签到日志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一个名叫莱特的男人在当时还只是一名参议员。 A story about a king. We must. Elena's last target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y we persevere as one people. 与此同时，在美联储金库里的计时器已经开始倒数。特纳告诉多克，现任总统在10年前曾参与了袭击女王婚礼的行动。不过，这个很呆萌的女秘书对此事却毫不知情。特纳问她为什么女王会指引他们去那个偏僻的泥土矿井。女秘书说，在非洲污水可以传染疾病，而便宜的粘土正好可以有效地过滤水资源。 Oh, you really are a model citizen. 女秘书告诉特纳，是总统暗地里资助他建立的这家空壳公司。听到这里，让特纳感觉有些不寒而栗。而现在有总统撑腰的多克打算让特纳交出自己的徽章，不过特纳也不是软骨头，他早看出来多克打算谋反的举动。 Only question now is, do you want to go quietly or with all your bridges on fire? With you? That bridge has been burning for a year. 这时金库的警报声突然响起，他们急忙通过监控查看室内情况。 What's happening? 消防员告诉多克不用担心，仅仅是一枚烟雾弹。金库已经自动启动了喷淋装置。特纳马上就意识到这是女王手下布置的陷阱。而当他们赶到金库内部的时候，所有的金子都已经被融化，而使这些金子溶解的仅仅是水。特纳看了看货架上的金漆，再将其中一块金砖扔在地上。原来这些金砖都是用粘土和金漆伪装的，这也正好把之前出现的一系列线索都连接到了一起。而这场金库大劫案的主谋很有可能就是美国总统。特纳告诉安东尼，现在必须保持安静。虽然怀疑总统参加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黄金大劫案，但他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 In danger? We tell no one what we know about the president. Even if we did, who would believe us? 而此时，那个散播消息的记者再次呼叫特纳，他想打听刚才在金库里发生的事情。不过特纳告诫他，如果不想惹麻烦，最好马上把视频删了。但这名记者却没有读懂特纳的好言相劝。紧接着，一名消防员却悄悄地递给了这位记者一部手机。Hey, you dropped your phone. 而这部手机里保存的视频正好记录了金库内发生的情况。作为复仇计划的一部分，谢尔盖在监狱里的谜团一直没有被解开。律师告诉谢尔盖，欧文特纳因为失手打死一名囚犯会被关在单独的牢房，这件事可能会对计划造成影响。不过没过多久，欧文就被送了回来。欧文说，狱警查看了监控录像后，认定他为正当防卫。 The plan is on. Thanks for having my back. 不过从欧文的表情上来看，他并没有说实话。谢尔盖悄悄来到一个无人的库房，在下水道里找出来一部隐藏的手机。律师在电话里告诉他，欧文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已经出狱了。 Sergey, we might have a problem with Owen Turner. 与此同时，多克和局长之间的关系已经决裂。不过局长警告多克，女王一直在努力找出我们所有人中最黑暗的部分。 You're getting into some deep water. Don't worry. I know how to swim. 特纳回到地堡，再次见到了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女王。女王告诉特纳，有时候知道了真相以后反而会受到伤害。 of discovering the truth about the fake gold in the Federal Reserve, about $500 billion. Where is it? Help me prove the president took it, and I'll tell you where he put it. No. 此时，特纳压低了自己的声音，告诉女王，他们的人已经驻守在姑妈家的外面，如果迫不得已，小女孩会有危险。特纳说他没办法阻止局里的行 But 动 if。they touch a single hair on her head, you better believe all $500 billion of that gold are going to end up at the bottom of the Atlantic Ocean. 但特纳说，如果美国民众知道了他们政府的丑闻后，必将出现混乱。 That's your plan, isn't it? 可是女王并没有正面回答特纳的问题，反倒是给他画了一个大饼。这时局长告诉特纳看一下突发的网络视频，那名消息灵通的记者已经把金库伪造黄金的视频放到网上。而在此时，地堡外面再次响起了释放埃琳奈的声音。指挥官多克接到通知，将清理附近4个街区的平民。有一位重要人士即将降临纽约，但这些人群还在不断地高喊着口号。 Where's the gold? Move back to the designated perimeter immediately, or you will be placed under arrest. 特勤局的盖勒特工告诉多克，总统的车队即将抵达。FBI 局告诉局长，总统的车队已经抵达。特纳则告诉局长，他认为总统抵达纽约也很有可能是女王计划的一部分。总统面带微笑地走出了他的专车，不过他告诉局长，他的微笑是留给相机看的。此时在他的心里已经是怒不可遏了。
随后他们来到了现场指挥部，总统摸了摸假金砖的样本，向2名下手询问对女王的看法。局长说他不相信女王的话，从本质上来讲，他只是一名警察，他只相信证据。总统告诉他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找到丢失的金子。这时，在一旁的多克则连忙补充说道，他的手下正在努力追查金子的下落。总统说他不喜欢被别人诬陷的感觉，如果有人继续和他作对，那就让他消失吧。随后，总统把多克单独带到外面，并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无需向局长汇报工作，有什么新的发现直接去找他的特工戴勒。总统告诉多克，女秘书让他出任临时局长的提议仍然有效。 Fedorov's been running this show for way too long. Most big changes are coming. Fedorova is done. 另一边得到消息的特纳一路小跑来到地堡，不过自信的女王却依然保持淡定。特纳说他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继续闹着玩了。 The president is in New York. Why? To see a show? 特纳疑惑地问女王，不知道他现在已经很危险了。不过女王认为总统不会像 FBI 那样去抓他的孩子。她说他对总统的计划很简单，起诉他并把他送进监狱。但特纳告诉女王，他们现在掌握的证据足以让他们性命不保。如果他们几个人都突然消失了，不会有任何人得到起诉。女王说她在给特纳一个故事，而这也是她的最后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女孩关在盒子里的故事。 How do I look? Like a princess. Like a queen. 女王说她已经做好了面对死亡的准备，而这些记忆将会一直陪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特纳不解女王为什么会突然说这些事情。女王说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现在也没办法停下来。她让特纳找到那个发布视频的记者，那个人会指引他找到俄罗斯套娃。 A Russian nesting doll of immense significance. Time is wasting. How? We have company. 与此同时，特工盖勒拿着总统的文件告诉特纳，地堡现在由特勤局接管，所有 FBI 的特工立即撤离现场，否则将会被逮捕。随后，女王被他们铐到桌子上。 Agent Turner, look at the bigger picture. The ball is rolling, or I may be gone by nightfall. 紧接着，女王被特工戴上了黑色的头套。 Hood, Agent Gallo. Afraid I'll see you're a spineless lackey. 特勤人员先给女王准备了全家桶套餐，这和医疗包可以确保女王说出他们想知道的秘密。特工戴勒亲切地向女王介绍这款土针剂，并告诉她保持安静。随后，特勤人员解开了女王的手铐，将她的双手双脚都固定在后面的凳子上。随着大门的缓缓打开，美国总统出现在女王的面前。 This is quite a moment for me. Same for me. 女王说，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让他们在10年时间里没有相遇。不过，这不代表着她不时时挂念着那段往事。女王认为总统的自我介绍方式有些独特。总统说，这种方式确实有些野蛮，但他也担心在女王的袖子里还有其他魔术。女王说，他指的是炸毁了他的婚礼现场，那回才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不过，总统告诉他，那次的行动仅仅是一桩生意。女王说，她关在地堡里有1周的时间了，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见他？总统明白了，女王这是话里有话。女王说，她发现贝洛克夫人有个怪癖，她喜欢保存各种证据。总统承认这个贝洛克组织很强大，但他们会把目光放得更远。 Like heisting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installing a puppet president. Now you're just being sour. 总统说他是光明正大的赢得大选，但女王打断他说，有一个证据始终让他担心的睡不着觉。 The Matryoshka. 总统说他的手下已经找到了那个吹哨人，但在他家里并没有发现这个套娃。女王说，又有一个无辜的人死在总统的手下。女王说，这个总统不过是贝洛克夫人的一颗棋子。总统劝诫女王，不如现在和他做一笔交易。 So now you're Lady Belloc's mouthpiece too? 总统提议女王接受这个建议。白雪公主和贝洛克夫人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不如暂时休战。女王可以带着家人去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总统承诺给她提供安保服务，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女王先交出那个俄罗斯套娃。此时，女王则再一次地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Well, I suppose we'll find out soon enough. 总统告诉女王，最好接受这个建议，否则她不会从贝洛克夫人那里得到更多的报价。为了迫使女王说出套娃的下落，美国总统再次使用了卑鄙的手段对付女王。不过女王却说她现在感觉很好。总统告诉女王，实际上教堂爆炸案的罪魁祸首另有其人。 Sofia Vodyanov. 但女王声称她的婆婆一直和卡特勒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都是因为她和贝洛克夫人在背后捣鬼，让他们产生了矛盾。 Brilliant move. Give back the Matryoshka, or more bodies will start dropping. 总统告诉女王不要跟索菲亚一样，聪明点就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但女王却看出了总统内心的慌张，而她再次洋溢出自信的微笑。 I wouldn't worry about Lady Belloc coming for you. I'm coming for you. I'm shaking in my boots. 而这时，谁都没想到的是，女王突然抓住了总统的脖子。不过，女王并没有想就此了结这场恩怨。随后，她松开了手指，再次大笑起来。不甘被羞辱的总统从包中取出来一支针剂。总统警告他，如果再继续增加剂量，就会要了他的命。
不过女王却依然散发着自信的光芒。与此同时，特纳也在寻找套娃的下落。他和安东尼来到了吹哨人的住处，但这时楼上已经冒起了黑色的浓烟，紧接着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经确认，死者正好是那位发布金库视频的吹哨人。在场的消防员告诉特纳，这只是一起因线路老化引起的火灾，房屋里的所有电子产品都在大火中被烧毁了。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特纳发现了吹哨人的汽车停在马路对面。经过查询车主信息，他们找到了吹哨人女友家的地址。这个女人对2名 FBI 的造访非常警觉，她声称并不知道他们要找的套娃。 Did he mention the Bella? Oh my god. 随后，女人把他们带到了一个上锁的阁楼。特纳问他这里哪些资料是关于贝洛克的。 All of it. 在满屋的文件中，他们发现了一条有用的线索。在几年前，有一名参选议员因丈夫车祸离世，所以退出了竞选，而代替他参选的议员正好是现任的总统赖特。不过，这场车祸的司机却存活了下来。只要找到这个司机，就可能找到套娃。总统回忆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女王是在贝洛克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将套娃悄悄偷走的。不过，粗心的内塔利亚直到1周之后才发现套娃丢失。You two are alike in so many ways. I thought we were close ones. 总统告诉女王放弃无用的抵抗，因为她命中注定会是失败的一方。听到这句话之后，女王再次发出了魔性的笑声。恼羞成怒的总统再次取出一支针剂，继续追问套娃的下落。伴随着一声巨大的惨叫声，女王也逐渐失去了意识。 Tell me where it is. 神情恍惚的女王这时说出套娃的下落，她被寄存在纽约共和银行的保险箱里，但这家银行现在仍然被女王的蒙面劫匪所控制。 There's the service entrance. 在得到这个重要消息后，总统让他的特工将女王带离地堡，并叮嘱盖勒把女王解决掉。与此同时，特纳和安东尼找到了肇事司机。这名司机说他曾经被一个东欧人威胁到他的家人，所以他不得不和他们进行合作。在车祸发生后，他被带到贝洛克夫人的家里。娜塔莉亚将他的证据都存放到一个俄罗斯娃娃里，并且在他家还有50多个同样的娃娃。这让特纳明白了女王让他寻找的娃娃里一定有现任总统的把柄。随后，特纳将这个重要线索汇报给了 FBI 的局长。他认为女王是他们寻找证据的关键人物。不过，局长告诉特纳，在女王被特勤局的人员带走之后，总统一定不会放女王活着回来。正在追查失窃金砖的多克也得到了重要线索。在比较金库内部的监控录像时，他发现有3个时间点出现异常，所以金子也一定是在这个时间被运走的。经过数据比对，他们发现其中一枚重要成员的红魔信息被特工盖勒盗用。不过这时，特工盖勒突然出现在多克的面前，总统命令多克带上所有人员夺回纽约共和银行，而这边的现场指挥部交给特勤局接手。局长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特纳。特纳认为现在女王抢夺的7家银行还有2家被蒙面人劫持，但女王是不会轻易说出套娃的下落。如果多克去攻打纽约共和银行，那娃娃一定是在另外一家银行里。利用女王提供的线索，多克带领外勤人员攻入被蒙面人控制的银行。与此同时，特纳和安东尼则来到另外一家被女王劫持的银行。这群劫匪好像根本不在乎 FBI 的突然袭击，反倒是悠闲地打着牌。Hey, don't move! Fedorova gave you up. 劫匪在看到多克之后就立马举手投降了。随后，多克带人来到了后面的保险库。Box 751. 另外，盒子后一套俄罗斯套娃出现在眼前，不过在这套套娃里边好像少了一个，而少的那个套娃此时正巧在特纳的手里。特纳打开套娃，发现里边藏有一枚 U 盘，他悄悄地把 U 盘放入自己的兜里。随后，这家银行里的劫匪就全部投降了。另时分，女王被总统的特勤人员带到一个无人的树林。盖勒将这个俄罗斯套娃丢到女王的面前。总统让我给你一次机会，但我告诉他这没有意义。You know me well. 盖勒告诉女王，贝洛克夫人打算让他尝尝苦头。不过，女王则再次展现出她自信的笑容，而且还不忘随手顺走了盖勒身上的手电筒。话音刚落，他们把女王放入一个棺木中，并且在4周还不忘钉满钉子。就这样，他们打算把女王给活埋了。此时，在联邦调查局的指挥部里，局长和特纳正在观看贝洛克夫人 U 盘中的视频。视频中的男人正是现任的总统，画面是他在参加竞选前和贝洛克夫人的一段对话。那时，赖特对于战胜他的竞争对手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特纳认为总统刚刚对他的竞选对手下达了谋杀令。在谈话中，赖特特意强调了在事成之后他可以调动美联储的黄金。看过视频以后，局长认为现在他们是在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就会性命不保。特纳说他们现在躲到哪里都不会安全，除非可以找到总统藏金子的地点。注意这几辆白色卡车，他会将之前的男女2条故事线汇集到一起。在监狱中，欧文和谢尔盖每天从事的工作或许与金子有关。谢尔盖告诉欧文，明天晚上他们就自由了，但欧文看上去好像有些不太情愿的样子。第1辆白色卡车已经出现在监狱中，随后每1小时还会有1辆卡车进来。
其中一辆车的保险杠上绑有蓝色丝带。 Blue for Elena. 而此时有几个人正往卡车上运送金色的纽扣。不过欧文好像另有计划，他独自一人来到一个角落里，从长凳下面取出一部手机，一顿操作之后又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与此同时，特纳接到了总统打来的电话，总统开门见山地向特纳询问套娃的下落，特纳则是直接回对了总统。 I think you know, sir. 总统警告他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如果不想和女王同样的下场，就交出那个 U 盘。不过特纳却直接建议总统辞职，否则他就把视频发布到网上。总统说贝洛克夫人现在已经搞定了女王，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特纳。 Guess we'll see. Mamãe foi trabalhar. 谁能想到这一车车的纽扣都是用纯金打造的？然而女王的复仇计划就是从这些黄金纽扣开始。欧文和谢尔盖一直潜伏在监狱里的目的，也就是等待这些黄金被转运的一天。在货物装载完毕后，欧文对谢尔盖使了一个眼色，随后他们同时跳到这辆白色货车的底盘下面。紧接着，欧文将一条固定在车底的皮带绑在自己的身上，谢尔盖也使用了相同的动作，并撕开胶带，从车底取出一部手枪。就这样，他们俩随着运送黄金的车队顺利地离开了监狱。与此同时，特纳、安东尼和局长三人正在指挥部观看总统的全国演讲。赖特总统强烈谴责了白雪公主抢劫7家银行的行为，不过他强调以女王为首的恐怖分子已被全部消灭。但特纳认为总统一定是在说谎。通过这么多天他和女王之间的对抗，特纳不相信女王这次针对总统的行动没有逃生计划，但局长认为女王的计划没准有可能会出错。不过特纳强调，自从女王被总统的手下从地堡里带走以后，这条消息从未对外界公布过，但在地堡里一直闪烁的指示灯却不亮了。这表明女王的手下早已得知她被转移到别的地方。特纳不得不承认，现在唯一能和女王取得联系的就是她的丈夫欧文。他认为无论在哪里，只要找到埃琳娜，就能找到金子的下落。只有这样才能将赖特总统赶下台。 We're going to the prison. Watch your six. 时间拨回到今天的早些时候，女王的手下通过定位找到了女王被埋的位置，而这枚定位芯片早在计划开始前就被藏在她的胸针里。 She's close. Hurry. 女王的队员终于在树林里确定了她被埋的准确位置，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女王的棺木从土里挖出来。经过这几个人的不懈努力，埋在地下的棺木渐渐显露了出来。不过躺在里边的女王因长时间的缺氧，现在已经处于昏迷的状态。 Elena? Elena, wake up! 不过女王毕竟是女王，即使从棺木里走出来，气质这块依然拿捏得死死的。与此同时，特纳和安东尼来到监狱，打算探视欧文，但监狱里的警报突然响起，狱警告诉他们，现在有2名逃犯已经从监狱里越狱。典狱长给特纳出示了事发前的监控画面，看到这张照片后，特纳才发现他从一开始就被女王骗了，因为他一直认为女王的丈夫谢尔盖在1年前去世了，不过他却改名换姓，隐藏在欧文所在的监狱里。安东尼和特纳非常笃定，总统已经将这些美联储的黄金融化成纽扣之后带走。特纳要求典狱长提供给他4辆白色卡车的行驶线路。意识到大事不妙的典狱长急忙拨通了贝洛克夫人的电话。Lady Belloc, we have a problem. 这他们的手机都收到了同样的一条信息。一个未知的发件人写道：“我的死亡报告被无限放大。”这显然是女王向外界传递的信号。与此同时，安东尼也收到了这条信息。She's alive. 多克本以为女王已经被总统的手下除掉了。没想到他现在成为了总统的首要目标。赖特告诉他，如果以后想和大人们一起吃饭，就马上找到女王。多克想出了一个计划，女王的孩子现在住在纽约北部的郊外，他会带一队特工前往那里伏击女王。此时熟睡的女孩和照顾她的婆婆并不知道外面已经潜伏了特工。局长将这次总统安排的特别行动通知了特纳。特纳告诉局长，如果能找到女王，就可以找到她的丈夫谢尔盖。谢尔盖此时应该正开着装有价值数10亿黄金的货车兜风，而且他们一定会在某个地方汇合。如果想阻止他们，就需要按照犯人的思考方式思考。女王的每次行动总会有一个合理的计划。从现在来看，他们的卡车一定修改了外观。正如特纳所说，这4辆白色货车上的贴纸已经全部被撕掉。不过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无意中把扳手掉在地上，而他也差一点就发现了躲藏在车底下的2个人。好在前面有一个俄语口音的人告诉大家加紧速度，这才让他们的计划得以继续进行。助手告诉多克，小女孩正在屋里熟睡。随后，多克吩咐荷枪实弹的特战队员包围了这间小木屋，所有人都已经来到门前就位。随着多克的点头示意，一枚烟雾弹被丢入到房中。不过，当他们冲进屋内的时候，才发现房屋里边摆放的都是一些假人。然而，多克在地毯下面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地道。就在几分钟以前，小女孩已经顺着地道找到了她的妈妈。姑妈告诉艾琳娜，他们现在还剩下不到2分钟的时间。紧接着，女王带着孩子登上了事前安排的汽车。没过一会儿，多克也从地道里爬了出来。不过他又一次成功的被女王弄得灰头土脸。运送黄金的卡车路过一个偏僻的路口，利用等信号的时间间隙，
藏在车底下的两个人算准时机同时跳了下来，紧接着谢尔盖拿起扳手将副驾驶的车窗砸碎，而在另外一边的欧文则夺取了货车的控制权。这次抢夺黄金的计划进展得异常顺利，两个人终于可以松了口气。与此相反，计划落空的多克则被总统羞辱一番。赖特说至少他现在还有个 B 计划，他告诉多克女王这次针对他的复仇行动有可能让国民对他这个总统产生信任危机，女王提供给联邦调查局的证据需要被销毁。随后多克接过总统递给他的 U 盘，准备执行 B 计划。与此同时，局长将女王逃跑的消息通报给了特纳。特纳说暂时忘了埃琳娜，他们现在应该全力专注于谢尔盖和欧文。局长强调说，转移这么重的金子需要火车或者轮船，港口的集装箱码头或许是个突破口。被女王劫持的卡车在岔路口突然脱离了队伍，欧文和谢尔盖打劫黄金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贝洛克夫人那里。不过他告诉手下先不用管这件事，先把其他的金子运到码头。他与女王之间的个人恩怨以后再慢慢清算。此时特纳和安东尼已经来到了码头存放集装箱的地点，势单力薄的两个人暂时还不敢轻举妄动。特纳突然接到了埃琳娜打来的电话，女王说她很可惜没能当面和特纳进行告别，虽然她对特纳说了一部分谎言，但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不过此时她保证告诉他一句真话，每辆白色卡车配备一名守卫，只有守卫身上有武器，而司机身上没有。听到现场只有3名枪手后，特纳和安东尼决定不等支援，直接行动。FBI! Everybody stop where you are and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面对拒捕的枪手，特纳干净利落地把他放倒，安东尼则直接将这个打算从侧面偷袭的枪手击毙。远处还剩下一名枪手对他们进行疯狂的射击，不过在安东尼的掩护下，特纳成功地来到这名枪手的身后。Drop your weapon! 面对拒不投降的枪手，特纳再次果断开枪将其击毙。而当现场的危机全部解除以后，支援的队伍才姗姗来迟。安东尼在调查了3名货车司机的资料后，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一个名叫伊万的货车司机原名叫做亚伦斯皮瓦克。通过机密档案查询得知，他曾在美军服役过。随后，特纳将这名特殊的司机叫到了一边单独询问，不过这个人却拒绝透露任何信息。而此时，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打来了电话，他告诉特纳，这个名叫亚伦的特工隶属于中情局，目前他现在的卧底身份还没有被揭穿。中情局那边也一直在追踪白雪公主的动向，但特纳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中情局会知道金库被盗的事情？局长告诉特纳，中情局在监狱里安插了一名特工。特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的丈夫欧文就是中情局的卧底。中情局现在已经获知欧文所驾驶这辆货车的目的地是泰特机场。此时欧文正在车厢里欢乐地哼着小曲，但谢尔盖却面无表情地用枪指向欧文。刚刚洋溢着灿烂笑容的欧文，现在看上去却略显尴尬。特纳凭直觉猜测这辆货车不会驶向机场，因为女王刚刚在电话里提到了关于救援的话题。特纳推测这辆货车会驶向附近的一家教堂。强硬的赖特总统在贝洛克夫人面前却如同一个跟班小弟。贝洛克夫人说他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赖特告诉他，中情局因为追查白雪公主，所以才牵扯到金库的这件事上。不过他会把中情局的局长叫到他的办公室，让他将所有的罪证都落到白雪公主的头上。不过贝洛克夫人却对此并不买账，她认为是他的家族帮助赖特取得了今天的地位，只因为艾琳娜这个女人才毁了他的生活。但赖特却错过了除掉他的机会。贝洛克夫人打算让赖特尝尝这次教训。欧文的货车停到了一家教堂的门前，谢尔盖命令欧文跪在地上。I'm your friend. 欧文试图解释他并没有出卖自己的朋友，但谢尔盖说他现在改变了主意。不过特纳的突然出现让欧文长舒了一口气。当这3个人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的出现才能打破这个平衡。紧接着特纳和欧文的身上出现了红点，被激光锁定的2人不得不将手臂举起。许久未见的女王夫妇在特纳面前秀起了恩爱。 Give it up, Elena. 特纳也只好用这种方式打断对方，但女王反手就用枪指向2位特工特纳。欧文非常好奇他的身份是在什么时候暴露的。女王告诉欧文，在餐厅见面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他的身份。不过正好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将计就计，于是设计出了这一系列的计划。现在他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计划。特纳用枪指向埃琳娜，并不打算就这样放她离开。不过女王告诉特纳，如果非得分出胜负，他会让欧文率先倒下。Drop your gun. 特纳看了看欧文，不得不选择放弃抵抗。随后他将枪扔到地上，并踢到谢尔盖的脚下。女王说在他临走之前会留给特纳一份礼物。特纳接过套娃，但打开以后里边却是空的。不过女王告诉他，还有很多这种娃娃会陆续被找到。女王说她现在只想回归家庭。不过在艾琳娜临走之前，她又给特纳留下了一道谜语：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会拉下那个线头吗？在艾琳娜和谢尔盖离开以后，特纳和欧文这对夫妇也相拥在一起。不过对于特纳来说，他一时还无法接受欧文对他的欺骗。与此相反，女王一家3口则充满着甜蜜的喜悦。女王一家原本打算出趟远门，不过正在行驶的汽车突然遭遇地面隐藏的路障，随后就有一群武装人员将这辆汽车团团包围。谢尔盖试图在人群中保护妻女，但无奈势单力薄，没办法扭转局面。
紧接着，远处驶来一辆黑色汽车，一袭白衣的贝洛克夫人出现在女王的面前。What is my gold, Elena? 贝洛克夫人从女王的手里将她的女儿抢走，试图反抗的埃琳娜不幸肩部中枪。贝洛克告诉面前的小女孩，她的父亲死于白雪公主的刀下，而她的姐姐则直接被女王扭断脖子，所以她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情。贝洛克夫人来到女王的面前，告诉她：“你有我的金子，我有你的女儿。如果你想交易，你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随后，这些人就带着女王的孩子离开了现场。不过，大胡子将一个定时器放在了谢尔盖的身旁，紧接着就发出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当艾琳娜回头发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谢尔盖也就此葬身火海。另外一边，和谢尔盖一同执行计划的欧文已将自己的身份洗白，此时他正在地堡里向局长汇报情况。欧文介绍他们的计划就是混入监狱的工厂，并在那里弄清楚黄金被转移的流程，等时间成熟的时候，再从贝洛克组织的手里将黄金抢走。为了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进入监狱，欧文不惜连同自己的妻子一同欺骗，所以这也是特纳久久不能释怀的原因。不过局长对欧文的无间道行为表示理解。正在执行总统 B 计划的多克刚好被局长撞见，多克认为费多罗娃才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但局长说赖特总统控制了皮克斯基尔惩教所，并在那里锻造融化美联储的黄金，他的忠诚不属于总统，而只属于证据。然而在多克被局长赶出地堡之前，他悄悄将总统给他的 U 盘接入到系统。不过技术人员很快就发现了这枚 U 盘，并将多克的计划汇报给局长。与此同时，多克又来到了外勤指挥部，他打算如法炮制，将另外一枚 U 盘也接入系统。不过这一次他在犹豫再三之后，并没有按计划执行。随后他将 U 盘放入口袋后离开了现场，但他的这些举动都被一个人尽收眼底。安东尼立即将多克的可疑行为汇报给局长，局长认为接下来多克一定伺机敲诈总统，这反而会对他们的调查有所帮助，但他强调要保守这个消息，甚至都不能让特纳知道。特纳回到空荡荡的地下牢房，看着周围的环境，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女王的话音还一直回荡在他的耳边，信仰的崩坏让特纳开始怀疑人生。他来到女王的位置上，试图用女王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看着手里的套娃，又看了看女王留下的风衣，特纳若有所思地来到关押女王的房间。他突然发现这件衣服的上面留有一个线头，他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女王留给他的谜团。随后他轻轻地拽动这个线头向下一拉，衣服中隐藏的地图浮现在他的面前。特纳又摸了摸手里的套娃，才突然明白了女王的用意。这些都是捣毁贝洛克组织的重要线索。而此时特纳再次接到了女王打来的电话，不过这一次女王是向特纳求助的。 I need your help.